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皮。今天字幕出来的有点晚，所以我这边更新的也有点慢。看这集剧情，我只能说制作组又打我脸了。先来看看这集发生什么吧。小陈放学回到研究所，一本书突然从书架上掉了出来，小陈过去捡，脑海中却突然看见一只受伤的扎拉烈焰马，旁边一只扎拉小火马似乎在向他求助。小陈一愣神，发现这是幻觉，他重新捡起这本书开始阅读。小陈看了一下图片，感觉和自己印象中的小火马不同，于是去问殷博士。殷博士表示这是地区差异，小陈少见的比较想见一见加莱小火马，于是就立刻前往了加莱地区的明光森林。明光森林非常壮观，黑暗的森林中有一些发光蘑菇，而加莱小火马就居住在透着神秘气息的森林中。小何小智被一只睡睡菇吸引，一溜烟的跑了，留下小春愣在原地。就在他想跟上去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一只加莱小火马出现在不远处看着他。小火马注意到小春事情后，立马往反方向跑了。小春和叶布则跟了上去。另一边，小姚派出闪耀王牌截断睡睡菇的退路，接着一球把给抓了。小春再一次沦为被击败。小姚抓到睡睡菇后，才发现小春不见了，于是他们去找小春。反正这集和他们也基本上没有关系了。跟过去的小春发现，小火马似乎并不是单纯逃跑，仿佛他有意的在等着他跟上。小火马跑一段停一段，最终来到一处偏僻地。小春在这里看见一只前蹄受伤的扎拉烈焰马，这和他脑海里的场景一模一样。这只小火马就是来找小春求助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只小火马非常聪明，要是把小豪也喊来，怕不是被一球够了。这只烈焰马伤得非常重，哪怕小火马使用治愈波动，也无法治愈它的伤口。小春判断是从悬崖上跌落导致的，但是他没有带伤药。好在之前那本书说了如何治疗烈焰马，那就是使用当地红色之花的汁液给烈马喝，这样烈焰马就能够康复。于是小春决定帮助烈焰马取回这个花的汁液。小火马似乎知道这花的位置，立刻动身给小春带路。另一边，有骆驼部手机的傲人始终联系不上小春，不得不吐槽一下，这骆驼部手机从来没起到过作用，之前在微光森林打电话也打不通，还不如阿鲁拉的骆驼部图鉴。小何小智在找小春的途中下雨了，他们看到森林中有一处光亮，似乎是有人居住的房子，他们就走到那边避雨，顺便休整。这时候一个怪婆婆出现了，她说鸟人不够粉。玩过游戏的小伙伴肯定看出来了，这老婆婆就是妖精系大玩主波普拉。小智和小豪询问波普拉小春的下落，波普拉却反将一句，说你们回答对我的问题才能告诉小春的下落。一个是关于波普拉对颜色的喜好，另一个是波普拉年龄，这两问题都挑战道馆的时候会问的。毫无疑问，小智和小豪都答错了。其实玩游戏也没有答对，这老婆婆非得说自己是16岁的少女，无语。波普拉还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粉色衣服让两人试穿，看起来比这戏份彻底无了。此时小春和小火马正在寻找红色之花的路上，期间因为路过于难走，伊布和小春身上有一些擦伤，小火马使用治愈波动帮伊布治疗好了。有趣的是，伊布有模有样的使用模仿，加入这个技能也使用了出来，给小春也疗了伤。小春非常惊讶。就在众人看到红色之花的时候，一群捣蛋小妖出现，拦住了他们去路。看起来小春走的是盾板路线，因为只有盾板森林里才会出现捣蛋小妖。捣蛋小妖将小春水壶和背包偷走，还戏耍了一步。小春希望和捣蛋小妖讲道理，但是这三只显然是恶作剧之心特性的，完全不听人话。伊布灵机一动，他也摆出一副嘲弄的样子笑话捣蛋小妖。捣蛋小妖觉得自己受到侮辱，于是拿了果实丢向伊布，伊布也不甘示弱，用果子还击。小春才明白捣蛋小妖只是希望有人和他们玩，于是也拿起果子加入了游戏。玩了这之后，捣蛋小妖主动收集了红色之花液体送给小春，并将背包还给了他，然后离开了。拿到红色之花汁液的小春立刻返回，给烈马喝下之后果然非常有效，烈马的腿伤好了。伊布和小火马使用治愈波动再帮了烈马一把，烈马瞬间健步如飞，带着小春穿在森林中。而此时小春和小豪还在接受着波普拉的问题直播。而闪焰王牌似乎非常喜欢粉色衣服，他还真的有可能是个母的啊，兔和 CP 真的有戏哦。就在小春和小豪就要崩溃的时候，小春骑着小火马和烈马安全的回来了，但是看见一球超人，小火马直接吓得头也不回的跑路了。不得不说相当聪明。小智还激动地问小春骑着烈马是什么感觉，毕竟小智只骑过关渡的烈马，没有骑过加拉的烈马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机会骑一骑。本节故事到此结束，很可惜小春没有收服小火马，真是打我脸啊。下一集终于是智野的主场了，这回凯尔斯4天王之一的燕凯登场，
使用剑盾剑怪帮助大葱鸭特训，不知道大葱鸭会不会进化成帅气的葱油兵呢？下一集不容错过哦，智爷主场。我是凯皮，咱们下期见。哦，对了，新年快乐！